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集呢，我会继续的跟大家分享天鹅兰的养护。这是天鹅兰黑珍珠，4个月之前我给它分盆了，在我的视频第197集里面有详细的分享，由1盆变成4盆。那它们现在的状况如何呢？今天我就想让大家来看一下它们的现状，还有在这一段时间我是怎么样来照顾它的，还有从中我得到了一些新的体验，也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关于天鹅兰休眠之后或者是分盆之后何时浇水的问题。这4盆花就是在我的视频第197集分盆之后的现状，它们都长得很健康。我们先来看最大的这一盆，还是先回顾一下197集里面当时的状况。当时分成了这样4份，然后上盆之后就变成4盆。还提醒大家，就是说分盆之后呢，不要急着浇水，一直要等到从盆边看到新根了才浇水。就像在我的视频第172集分享的那样，等新根长到一定的长度才开始浇水。回到现在进行时，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最大的这一盆，新苗已经长成了像一个大竹笋，还长了很多很健康的叶子。这一盆由于它的根基比较好，所以照顾它的方式完全是按照原计划的，就是等到它的新根长到了一定的程度才开始浇水。现在呢，看到里面的根长得的确不错。另外的这3盆都是比较弱的，如果是以前的话，我肯定是把它扔了，因为现在呢自己懂得怎么样去养，就尝试着把它养起来，送朋友也好。先来看这一盆，这一盆旧的球茎呢已经干扁枯萎，这个新苗原来就有的，但是呢原来的叶子呢已经干枯了，看，但是呢上面长出了新叶。再来看另外的这一盆，这一盆呢原来只是有2条比较弱的老枝，没有根的，现在看长成这样了，根这是新根，看也长得不错哦。这本来就是2条没有根的老枝条，现在长成这样呢，看到它的生命力真的非常顽强。还有我刚刚发现它这里有一个点凸出来了，有可能是新芽，也可能是花，也有可能它长着长着就停了，不知道。再来看最后的这一盆，这一盆更有意思了，它的老的球茎呢就跟我的大拇指那么大。分盆的时候，它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小点，小点长到差不多大了1倍吧，然后就停下来了，又从旁边长出了另一个新芽，那颗新芽呢现在就长成了一棵苗。盆内看到根也长到一定长度了，它们现在的状况看上去不错，其实它们是经过了死门关的。来分析一下这3盆花，这一盆老的球茎呢这么小，比拇指头还要小，但是长出的苗呢却那么大。再来看这一盆，原来的2条老枝就像小指头那么小，比较弱，还没有根，但是长出的苗呢现在已经比它还要大。这一盆呢就更糟糕了，它原来的老球茎只有半个小指头那么小，还带着一棵苗，看到现在呢从盆边还看不到根。其实更糟糕的是在分盆大概3个月之后，看到它是这样的情况，老的旧的球茎已经干扁枯萎，
根也坏掉了。看看它的苗，那棵苗呢开始枯萎。这一盆呢长了2颗新芽，但是呢老的球茎已经开始发皱缩水。其实当时分盆的时候，这一盆是最壮的，因为它本身就带有1颗苗。这一盆呢本来就是一颗比较小的球茎，带有1个小点，这个小点呢它也没有枯萎，后来它又长出了另一个小点，那么这个小点呢就停止生长了，另外的新长的那个点呢反而发育成苗。其实天鹅兰旧的球茎就像一个电池，这3盆呢它的电池容量极少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每2周会在这个盆下面呢放1汤匙的水，每2周放1次，就是给它充电，目的就是让水台湿度增高，让那些旧的球茎不要枯萎。但是这一盆呢每况愈下，情况越来越糟糕，于是呢我就开始给它在盆边浇1圈的水，水不要多，只是让水台稍微有一点湿润，不要直接浇到根。这是迫不得已，因为旧的球茎已经干扁枯萎，没有办法再给它能量，这棵苗就在死亡线上，所以给水是唯一可以做的。另外的那2盆呢，虽然老球茎开始干扁，但是还不至于已经枯萎，所以呢这2盆我是没有这样浇水的，只是每2周在盆底下放1汤匙的水，就是给它一定的湿度，让水台不要干到发脆，就是以干养的方式来逼它长根。而刚才浇水的这一盆呢就不同了，看在盆边1条根都看不到，盆底也没有。再看盆面上苗的状态又那么差，可以说如果不给水的话，它是必死无疑的。我是死马当活马来医。浇水之后1个月，来看看它怎么样了。旧的老的球茎呢已经干扁，是完全死掉，没有复活。但是苗呢不同了，变得粗了，原来的干枯的叶子呢还是干枯，但是在上面呢长出了新的叶子，很健康。我已经给它正常的浇水施肥了。现在来总结一下，天鹅兰如果它原来的旧的球茎是比较健康的，比较正常的，那么我们就按照正常的程序来出牌，就是休眠之后或者是分盆之后呢，等到它的新根长到一定的程度才给它浇水。植物也有求生的本能，我们控水不给水，那么它就会拼命的要长出多一点的根来，设法去吸多一点的水，就是我们常说的干养根。那么在没有水的情况下，苗是靠什么营养来生长呢？就是靠它老的球茎。老的球茎如果是饱满的粗大的，就像一个大电池，里面储存了很多的能量，一直能提供给幼苗等它长根。但是如果旧的球茎比较弱比较小，那么它储存的能量就很有限，只能给一点点的能量给幼苗。等幼苗稍微长大一点呢，这个电池就不够力了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就要给它充电，就是要给这些水台提供湿度，让那个电池不要干枯，不要掏空。如果那个球茎枯萎了，就是那个电池已经死掉了，那么就像一个 baby， 他原来是要喝奶的，但是妈妈死掉了，没有奶给他喝了，
那怎么办呢？总不能让它等死吧？本来它是应该喝奶的，现在没有奶了，只能米糊也要尝试一下，让它吃一点点，也好过让它等死吧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道理。尤其是现在气温已经回升，是天鹅兰生长的好季节，所以如果你有养天鹅兰的话，是时候给它浇水施肥了。这些是我新的体会，谢谢收看。